久しぶりを去了。如果要在格斗番中挑一部能被誉为教科书的作品，那绝对非猎人莫属。当我们看多数格斗番时，关注的通常是某位角色为什么要这么做，但猎人常常让人反复思考的却是某位角色为什么会这么说。富坚老师笔下的对白从来不只是台词，而是立场的试探、价值的碰撞、心理的博弈。每一句话都可能暗藏着智慧，又或者埋着伏笔。更难得的是，猎人几乎没有那种令人出戏的说教，没有那种正义方高谈阔论讲大道理，反派一听就这一声听完就瞬间悔改流泪的戏码。所有的哲理与反思都优雅地被包裹在对话与角色的抉择之中，也因此，即便休刊次数多到可以出一本年历，他依然稳坐神坛。但说实话，要替这部神作排10大桥段，这简直是给自己找麻烦啊！虽然今天的讨论范围仅限新版动画，但从考试篇到选举篇，名场面依旧多到爆炸。选这 Top 10的纠结程度，绝对远超从贪婪之岛带走3张指定卡片啊！不过今天我还是想和大家认真聊聊这些精彩桥段背后的震撼与情感啊！如果你心中的第1名榜单没上榜，欢迎在留言区喷我。那么猎人试验正式展开。说到旅团万历大老二分课室，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名场面，大概是暴れた時に何箇所か骨折させちまった。ならば交渉の余地はない。なんだ？すまん、嘘だ。但在我心目中，分课室最具魅力的瞬间，其实是发生在动画49集。当时小杰跟奇亚正在跟踪旅团，盘算着如何大捞一笔，却完全没发现早已被旅团反跟踪。于是第10名的这幕发生了。分克斯吹着口哨的飒爽感，仿佛诉说着“不错不错”，但终究是小孩子的把戏。来到第9名，发生在动画126集尼特罗 VS 梅路爱姆，动画中最强2人之间的巅峰对决。蚁王篇中，讨伐队费尽心机，赌上性命，就是为了制造能让会长和蚁王 1v1 的局面。结果会长燃烧生命的奥义林奶掌合掌后，待烟尘散去，居然制造成皮肉伤。可怜的会长崩溃，阳痿在地。我々は1勝3敗でもいい。奴らの1敗が王でさえあれば。问题是蚁王根本输不了啊！好嘞，那这样讨伐队岂不瞎忙30多集？嘿嘿，这正是本段高明的地方啦。当观众都以为蚁王单方面掌控了全局，殊不知打从一开始，真正立于不败之人，其实是那个看似阴凉铁会长。手心的蔷薇刺伤而不自觉啊！卑鄙的人类！众所皆知，万旅团对外是杀人不眨眼的恐怖盗贼，但在自家巢穴里，他们的互动却常常可爱到让人忘记他们的身份。今年第8名发生在动画97集，这幕不仅搞笑，更是幻影旅团在动画里最后的画面。フィンクスってば、なんか片思いの女の子みたい。乙女地区ね。なんだとてめえら！もっぺん言ってみろ，クロス！让人边看直呼实在看不够啊！因此，就算只是个小场景，我依然给他排进了前10。来到第7名，纯粹出于个人偏好，我从小爱到大的一幕，发生在动画第8集猎人试验第3场考试剑井塔。小杰等人面临与囚犯们的 BO5挑战，就在5人还在犹豫谁要打头阵时，没想到平时满肚子坏水的东巴竟主动请缨上阵。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脑袋里就有个念头：不对啊，东巴你现在跳出来不就直接爆狼了吗？早上可是还有2神2名呢。喂，等等，まさか，莫非东巴其实是个战力高强的剑胚？我刚好真诚。
来到第6名，动画25集。他可以的，我也要练到能在满7岁之前，尤其是最后的3人绝技，硬币竟神不知鬼不觉的顺到了小杰身后的管家手里。那种玩弄视觉的技巧，让当年还是个小屁的我更加跃跃欲试。见到奇亚后，克拉皮卡演示了障眼法的原理。其实2只手原本都有硬币，趁观众猜完后，巧妙地将其中1枚滑进袖口，再亮出另一只手。看完隔天，我立刻在班上现学现卖。当待硬币落地时，我才惊觉似乎哪边不太对劲。在格斗漫画中，要展现某角色 A 的实力，最老套的做法就是先把角色 B 吹得多深，哇，有多恐怖的战绩，有多惊人的身份，如果被 A 轻松碾压，借此衬托出 A 的压倒性实力。在动画52集中，作为幻影旅团团长的处女秀，照理说应该是场毫无悬念的胜利，却不料对手竟是奏迪克家的席巴与杰诺。这样说团长也不是没些虐菜啊，但那比较像是神仙打架前的热身活动。以当时主角团的战力来看，这攻防转换的速度与临场判断的精准度，简直是异次元等级的较量啊！团长聪明又冷静，杰诺老辣，而席巴又随时准备过来收头，感觉两边都输不了啊！而本段真正耐人寻味的，其实是战斗结束后的对话。在我的理解上，杰诺的潜台词是在说：论实力与经验，老夫我明显占上风。但如果你事先为了取我性命而针对性严密布局，那我恐怕凶多吉少。而团长听得出来，对方能说出这样的结论，代表他已经把自己看透到一定程度。总之，我自己感觉这段充满着高手过招间那种点破不说破的独特美学。振動。第4名，动画47集波金 VS 库拉皮卡。这场对决大概是猎人中最让人心情复杂的一战。说来奇怪，波金明明是会干这种蠢事的混账，但当看到这幕，我心里却又忍不住感到惋惜，觉得他实在是死太早了。原因主要有3点。第一点不用说，因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真男人啊，直到最后一刻都不肯出卖同伴。第二点则是波金的热吻与侠客的语重心长，哇，难得可贵，难得可贵。第3点是关于制约与誓约。人家小杰为了变成大杰，牺牲了整个未来，那库拉为了完成复仇，就牺牲了什么呢？他所制定的规则是，这招只能对旅团用，否则会当场暴毙。就像有考生发誓说，我的脑袋运转与知识量都会变成平时的2倍，但这招只能在升学考当天使用，否则我就原地去世。不是啊，大哥，你本来就只有那天必须考高分啊！需要时100%能发动，不需要时不能用也没差。库拉皮卡看似牺牲生命，在进行一场豪赌，违约就会死，一搞错对象就完蛋。听起来很危险，对不对？但说真的啊，对于库拉皮卡这种冷静、高智商的复仇者来说，这风险控管根本稳到像拿命在申请一种合法外挂。所以我觉得这能力太犯规了，简直是不想代价的代价。不过起码人家库拉是讲武德的，在杀了这位灭族仇人后，竟然亲手为他埋葬。我想，若非出于对窝金那份义气的尊重，大概会直接让窝金曝尸荒野吧。总之，这场战斗张力拉满，从能力的博弈到人性底线的碰撞，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一战。ゴン、キル、すぐ逃げろ。早く行け。こっから離れろ。第3名，动画85集《凯特之死》。
从踏入 NGL 开始，空气中就弥漫着一种窒息感。悲剧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迹可循，仿佛每口呼吸都在诉说着该来的总会来，只是早晚问题。これなら十分間に合う。王を生む前に女王へたどり着ける。だがなぜだ？嫌な予感がする。何かを見落としている。そんな薄く粘っこい不安。但当米菲比多真的扑过来时，即便我们心里早有准备，但那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依然让人无暇思考为何他的腿能如此的肥美，只觉得那一瞬间发生的事真的好难接受。那是一个让所有观众都悬着心的一晚，凯特生死未卜，我们的心情就像奇亚一样消沉，觉得凯特80%是没了。カイトは生きてる。あんな奴には絶対に負けない。但人性就是如此，当小杰用正向的态度鼓励西亚时，我们也会忍不住想着，对啊，或许凯特真的苟住了，只是情况不容乐观。然而啊，越是对某件事物抱持着期望，当血淋淋的事实最终砸在脸上时，那种从高空坠落的崩溃感，我想正是这段剧情最虐心的地方。既然连面对猫女都活不过今天了，那我们又凭什么去幻想能解决掉躲在敌营最深处的以后呢？我们只剩今天，怎么奢求以后？这场悲剧存在着太多的如果。如果凯特没在一开场就失去一只手臂呢？如果凯特是单独行动呢？如果他们能早先一步直捣黄龙呢？以及最让人心痒难耐的无尽假设，如果凯特当时能塞到他的最强武器呢？我们用制约与制约的逻辑逆向思考一下，既然疯狂小丑的代价是无法自选武器，那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或许在那1到9号的格子里，真的存在着能逆转战局的绝对王牌。我们更会感到愤怒，就这只猫女到底凭什么这么厉害？够过分的！好想赶快看到它被人类痛扁。殊不知，当那场迟来的痛扁终于如观众所愿发生时，我们所有的感受早已变了卦。说到 Greed Island 篇的大 boss， 名义上当然是炸弹魔战犯术，但如果问哪段是全片的高潮，那绝对是热血的躲避球赛。其实比赛本质上仍是念能力的较量，但富坚老师却在规则与巧思上把创意发挥到了极致。今天的第2名发生在动画71集，小杰、奇亚西索3人使出震撼全场的3位一体合体技，与磊扎进行最后的攻防。值得一提的是，双方都不愿闪躲，只想正面硬碰硬。想当年我在学校打躲避也是这种风格，认为说真男人就该用红中速球对红，你要躲也就算了，但那种刻意去瞄别人脚的，我就觉得废物俗辣。完璧に勝つだろゴー。哇，看着西索爆青筋，凭一己之力联手带攻锁定胜局，不知道有多少西索粉在那一刻彻底暴动。気が散る。黙る。殺す。OK， 终于要揭晓 Top 1了。只能说第1名还得是我们王麦 CP 啊，两人初期的互动真的是相当奇葩。193弓新た。来たな。玉砕覚悟でここから攻めようと思っているだろう。違うな。ここだ。551中将。921中将新た。等一下，我跑错棚了吗？这真的是 Hunter Hunter？ さあ聞かせてみよ。そちの愛義。喂，是不是在偷偷讲什么 dirty talk 啊？啊，你忘了？哎，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啊！这两人的互动简直像极了大陆港片里面最爱演的霸道总裁情节，让人越看越上瘾。但问题来了，梅露爱魔与小麦之间是爱情吗？
怎么说呢？我个人不会用恋人来定义两人的关系啊，这3号没办法把他们当成一般的 CP 来嗑。但我想，在任何文学脉络下，那种明知必死却选择共赴黄泉的决定，都会被定义为殉情吧。有趣的是，根据相关访谈的线索，小麦其实并非蚂蚁篇一开始就定案的角色。但也正因为如此，原本残暴不可一世的王，被一名少女一步步牵动感化的过程，才显得那么自然，那么真实。私の名前は小麦です。デオル、いや、そうだな。知らなかった。在与小麦一局又一局的对弈之中，蚁王第一次明白，所谓的强从来不止一种形式，一个人的价值也从来无法被单一的标准衡量。而这一切其实早就写在了那部棋里，乌孤里固 Kokoliko。这部棋看似无懈可击，但实际上却把自己困在了原地，就像最初的梅洛 M。照理说，身为王，做任何决定都不需要理由才对。但在与小麦相处的矛盾之中，蚁王从想杀他、想赢他，到最后变成了想守护他。他在小麦身上找到了自身一直缺失的东西，那就是温度。名前を呼んでくれないか。最后的时刻，这不再是王的命令，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真诚请求。这正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也是我认为猎人动画中最美的画面。明明是双死的大惨剧，房间中却捕捉不到一丝悲伤，只有2个终于理解彼此的灵魂，静静地携手走向终点。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们没有任何恐惧，因为他们内心清楚，最重要的人就在身边。动画135，这一天与这一刻。以上就是今日的真心踏大冒牌啦，遗嘱满山满谷啦，像是奇牙戏耍班长啦，哈，这家伙竟然是奇牙大哥，超可爱的伊加路哥，开始计算利息，被排挤无视的比斯吉，彻底崩溃的大姐，流利的真男人时刻，以及混账老爸引起公愤，太多都要讲不完啊。或许会有观众疑惑，为何选举篇都没上榜？好问题。猎人12只明明看起来个个都奇形怪状的啊。其实我是想继续聊下去的，但再讲下去可能会有点偏题。而且我基本上已经确定之后的新系列还会有 Hunter x Hunter 的相关内容，所以这一集的真心踏大冒牌就先到这边。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记得在家里的厕所多练习念的4大行。我是缺角弟，我们下次见，拜拜。